大家好，歡迎回來在家做生魚片，我是以賴。有位船長送我一條2.6公斤的野生烏魚，是整尾烏魚，不是烏魚殼哦。鱗片非常完整，鮮度也非常好，肚子非常胖。這個時候的烏魚可能會有魚卵，我必須要小心處理。運氣好的話呢，能弄一個烏魚子來吃吃。操作方式我也是看網絡上學的，先從腹鰭往上割開。這個動作是因為魚卵可能會很長。為了魚卵的完整性呢，要完整打開整個腹部。以前那種開肚的方式會弄破魚卵，我沒有那種專門割烏魚的圓珠刀，就用不尖的剪刀來剪。結果這個刀不利，剪不開，所以還是換成我原本用的尖頭剪刀。剪開之後發現呢，在魚肉跟內臟之間有一層膜，就現在看到這白色的。要剪開這個膜才能看到內臟跟魚卵。我用刀挑開一個洞，大氣都不敢喘一下。好，開了，剝開看呢，裡面像是魚乾吶，還好沒有捅破任何東西。繼續剪，一次只敢伸進去一點點，怕弄破魚卵。我也是第一次，沒有經驗。開到這邊就看到有魚卵了，太好了，我開到烏魚子了。接下來就要在不弄破的情況下取出魚卵，因為魚卵是肛門旁邊排出來的嘛。所以直接用手拉的話，連接肛門那一節卵膜可能會破掉，所以就要把肛門那塊肉割斷，連接着魚卵一起拉起來。那我剪的範圍有點大，因為不確定魚卵會往肛門後面延伸多長，所以就小心翼翼的弄。希望今天不會拍到弄破烏魚子的崩潰。魚卵拉起來的時候有點阻力，底下連接的膜也用剪的。那這尾魚已經進入僵直期了，魚體僵直，內臟也稍微有點硬，有一些黏膜跟魚腸緊貼着魚卵，在移動的時候遇到了一些阻力，我也不敢用力拉，因為我沒有補魚卵的東西，拉破魚卵就完蛋了。好，整副魚卵起來了，是不是有點失望？沒有看到大場面，這個尺寸感覺上比網絡上看到的大很多，心情澎湃洶湧，好東西來的啊。這個魚卵的顏色好像特別深，也跟網絡上看到的不太一樣。我先冰起來，等等再來處理。那繼續把烏魚給處理好。這個烏魚我打算一部分做生魚片來吃。我上次去北海道，在魚店看到有在賣那個烏魚嘛，它日文是寫 Menada，1公斤大概200台幣，長得跟這個很像，但是有一點不同。日本那一種呢，眼瞼是黃色的。魚頭相對魚身體比較小，體色稍微黃一點，像鯉魚那樣。這個是烏魚腱，或叫烏魚針，在胃的下方，算是幽門垂吧。這好像要留下來吃。那我查了一下，北海道的那一種是烏魚同科的，但不是同一種魚。維基百科寫中文叫做龜梭，這名字真不錯。在北海道算是蠻高級的魚，據說非常美味。那我下一次去呢，一定要來試看看。烏魚頭跟飛魚一樣，很扁，沒有什麼肉。先切斷拿去煮湯。下巴這2塊骨頭很硬，會擋住刀子，就直接折斷比較快。你看這個頭很扁，腦天幾乎沒有肉。那魚頭去掉之後，刷起來就更方便了。我是第一次拿到烏魚卵，我覺得它的卵膜好像比其他的魚稍微更厚一點。我摸過很多魚卵，有一些種類的，你用手稍微逮起來它就破了，尤其是很飽滿的情況下，那可能是烏魚卵的膜稍微厚一點，所以用重物壓的時候它不會破裂。那壓之前呢，要用繩子把肛門的開口綁住，不然壓的時候卵會跑出來。那這個顏色比別人影片裡的深很多。因為不是活體取卵，魚血沒有辦法完全刮出來了，但我不太在意這個顏色，不知道是不是傳說中的血紫哦。我就吃看看這種血味濃的，反正好玩而已，沒有要出國比賽啦，也不可能比外面專業的做得更好嘛。那魚卵非常營養，而且有大量的油脂，魚油一旦氧化之後就會產生臭味。通常那種很油的魚，你沒有保存好，一下就會油燒變臭了。那烏魚子這麼油，為什麼沒有變臭呢？還很香一般魚卵的脂質多半為3酸甘油酯跟磷脂質，
但是烏魚卵的脂質當中呢，有60%到80% 是蠟汁。依據東京大學的實驗呢，蠟汁在加工過程中非常穩定，不易裂化或氧化。就算經過長時間的日曬乾燥呢，不飽和脂肪酸也沒有減少。這可能就是用烏魚卵來做，而不用其他魚做魚子的原因。因為蠟汁能讓烏魚子有特殊香氣。這個蠟汁聽起來是不是有點耳熟呢？對，它就是魷魚體內富含的那個東西。人類如果吃太多魷魚，就會噴油出來嘛，效果就是怎麼跑步都不會燒襠，騎腳踏車都不能坐下。所以烏魚子油脂過高的時候呢，你又剛好一次吃了非常多，那你就會有好像吃了魷魚的效果。那我在拖延的步驟時呢，加了一點威士忌。魚卵我一直都放在冰箱冷藏，我不知道它為什麼一下就變超黑了，它可能吃了太多9層塔吧。過2天來吃烏魚，我剛剛把魚鱗刮掉了，尾段的部分我就做熟的，直接輪切，等等乾煎。那這裡面有一點血，用米酒、白胡椒醃一下就好了。它這個魚身很長，但是背鰭只有中間這一點點，劃刀的時候沒有參照物可以對準，刀子稍微偏一點了，就切到另外一邊的肉了。所以說反手刀從尾部切，刀尖對準魚骨出發，往前切割時刀尖碰到魚骨就停，一點一點的往前滑，魚皮全部化開之後再正手握刀，平平的滑刀，這樣子就不會切歪了。滑到整個脊椎骨都露出來，腹骨就直接用剪刀剪斷。這個肉色相當不錯誒，而且肉質緊緻不鬆散，看起來很像高檔鰤魚誒。來分切下巴，魚下巴延續了魚頭的形狀，沒有肉，只能煮湯。修掉腹骨。最下面的舌腹的部分也煮湯，這個都沒有刺，吃起來很方便。烏魚沒有什麼血河，我原本想說背腹之間的刺用拔的就好了，結果它的肉太緊了，太難拔，所以還是用切的就好了。這個魚肉真漂亮，不說的話呢，沒人知道這是烏魚啊。血河肉的顏色深了點，是因為我放冰箱吹了2天風。腹部的肉切斷，用來做米粉湯。我2年前做過烏魚殼的影片，做成生魚片挺好吃的。那有些人留言說烏魚河裡面也有嘛，有人會捕撈河裡的烏魚做烏魚子哦。那我這一尾是船長送給我的，海裡抓的，所以我敢弄成生魚片來吃。那有人說烏魚是在河口啊或是漁港生活，會因為環境污染造成異味，所以取完烏魚的烏魚殼價值都不高。那其實韓國人好像也會用烏魚來做生魚片的，而且好像是很常見的生魚片料理。我看過很多韓國海鮮頻道都有在做，他們也是活體現殺現吃，取好肉在吸魚血的時候啊，可以看到它的魚油是黃色的，就跟我這個一樣，魚皮下的油是黃色的，所以說這個魚很肥哦，它的魚油可以弄濕紙巾誒，這一點不常見。那日式的吃法呢，我切成一般的厚片，另外要切得很薄的是要做韓式的吃法，我看他們是這樣子做的啊，切薄片或切絲，拌着泡菜一起吃嘛，就算有點土味什麼的，也根本吃不出來。薄成這樣子，肉都沒有散開，代表肉的質感非常好。生魚片的部分切好了。這個是我自己煉的魚油，看到魚內臟肥油很多的時候，我就會拿來煉出油，然後留着炒菜。這一批是石雕的魚油，用魚油煎烏魚。這個有帶骨的尾段、腹肉、舌腹、背肉，大火把表面煎到黃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全熟。之後放湯裡煮還會再熟一點，這樣的熟度就會剛剛好軟嫩。這些魚肉除了少數的輪切尾段，幾乎都沒有刺。米粉湯如果要吐魚刺的話，爽度會大大的降低。麻油薑片爆香，再加入香菇、蝦米，
來點火腿，好好的炒出香味來。加入魚高湯，高湯是用湯包跟魚頭、魚骨、辛香料熬的，我都加入熱湯，這會乳化的很好的，因為我有加額外的油脂進去。加入米粉、蒜苗，老婆最喜歡的當歐。最後要起鍋前再放入魚塊。我不需要魚肉裡的油脂做乳化，所以不用熬煮魚肉，稍微泡一下增加熟度就好了。魚肉煮太久就不嫩了，湯跟肉分開處理才好吃。來，先吃吃看生的。這一塊烏魚的這個肉啊，比上一次切的漂亮很多。這塊烏魚很肥耶，它這個肉剛切的時候那種白白的感覺，裡面的油脂很多，肉質很致密。如果不要講的話，你不會覺得這個是烏魚。哇，好吃誒，脆脆的，很像紅乾，但比紅乾再脆一點。應該是熟成2-3天的咪咪乾，就是說油脂有但少一點，很好吃，真的。我上一次吃烏魚的時候好久了，那時候吃烏魚的感覺是烏魚吃起來口感很像飛魚，但這一次吃起來的感覺完全就像紅乾這樣，對，很好吃。口感很致密。嚼一嚼有甜味，真的蠻好吃的。因為一般我們的觀念就是說，它有魚卵，然後它把所有的養分都灌進魚卵裡面，所以魚肉會很不好吃。這個論述不見得是正確的，因為像我每次處理那個煙仔虎，煙仔虎常常肚子裡面都有卵，或是也有那個魚白，但是我們把魚白魚卵取出來之後呢，那個煙仔虎本身還是非常油、非常好吃的。所以它還有2公斤扎扎實實的肉，哇，這真的超好吃的。這個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嘛，韓式辣醬 gochujang， 再加一點麻油。韓式的東西一定要加麻油，因為展示它這種脆脆的口感。照我剛剛吃那個整塊大塊的啊，如果說不要熟成，就是我拿到當天就吃的話，口感應該是真的是非常脆，就是麻油跟辣椒的味道。我裡面有放泡菜，對，然後那個泡菜罐子裡面的那些汁啊，我也放了一些進去。好，好吃，非常好。這個肉拿來做那個水拌生魚片，韓式水拌生魚片非常適合，真的。這個是尾段，這是腹肉，然後這個是背肉，我們各拿一塊，就喝一點湯，大家試個味道就行了。舒服，非常好。好吃，裡面還非常軟嫩啊，不會硬，所以它本身這個魚油脂夠多，哇，好嫩哦。配熱湯喝真的好補的感覺。腹肉，那很有彈性的腹肉。好像背肉好一點，腹肉好像有點腥味。剛那塊背肉的那個口感、肉質各方面比較好。非常感謝送我魚的川藏，
大家不要忘了，不要關掉，後面還有烏魚子，烏魚子還要等5天哦。這 OK 了嗎？今天第5天啊，我今天難得有太陽，我今天曬了1天太陽，因為我那個冷藏收成冰箱有風，然後也有那個藍色的那個殺菌燈嘛，可能殺菌燈照到它都沒有味道。有味道嗎？有一點點淡淡的烏魚子味。那還是要再放一下。我今天發這個照片發 FB 上，有個人說這根壞掉啊，壞掉。可是你聞起來的味道如何？聞起來就沒有任何味道。先切開一角，對，然後看一下情況，就開窗啊，就像人家賭石有沒有？先削開一點皮呀，看看裡面狀況怎麼樣。可是你還沒到你飲料還沒有準備。就先切開，壞掉就不用飲料了。切開吃，不錯，這是把飲料倒上也來得及。它這個地方是這一塊整塊是硬，就等於外面的殼嘛。對。那你削得太外面，是不是只看到殼？你沒有看到內心它的那個實際的狀況？可以進去了。那感覺好像可以哦。對，有強大的有油刀子上面有油真的。我覺得好像可以耶。你看这樣是不是糖心？這裡面都是血，所以它這個，可是你看，你有看到外面這個殼嗎？有。這是應該算糖心了吧？這個殼很明顯，一圈是殼嗎？擠一下，你看那個油，這樣應該算成功了吧？就是從魚卵的那中間跑出來，也是沒有烏魚子的味道，沒有腥味。那是什麼味道？我不知道。吃。很軟外面很硬，那層皮殼就原本的軟膜還在上面，沒有任何腥味。就像在吃軟糖一樣。飲料更軟，比軟糖更軟。後面的味道上來了，要去倒飲料了。更軟，刚剛那樣比較好。真的為什麼？因為這會粘牙了，是嗎？因為我們來追求就是糖心感。對。那你一把它炙燒，就有點硬。沒有那麼軟。直接吃就 OK 了。沒有壞掉。